记跟利未记。那这里有一个表格是做一个比较，其实出埃及记是在讲赦免，那利未记是在讲洁净。那出埃及记我们在过去一年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是在读一个上帝神寻找人的方法。那其实利未记刚好跟出埃及记是相反的，是人寻求神的方法。那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了很多人的过犯，那其实利未记是用人的败坏来告诉人怎么样成圣的一个过程。那这是主要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正式进入到利未记。好，那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今天要念的是燔祭。那燔祭的部分，它其实是在讲一个感恩跟赎罪。那为什么已经有赎罪祭了，还要用燔祭来赎罪、遮罪？其实因为我们常常在生活中有一些罪，我们其实是自己也没有注意到的，显而未现的罪。所以这个部分是我查到的。那整个章节有17节。那第1到2其实是在讲说耶和华指示我们要献牲畜为供物。那3到9是在讲用牛当作燔祭祭物的献法，然后再来是羊跟鸟。那因为这整个章节其实有很多地方是重复的，所以我把它整理了3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祭物，第二个就是它献的方法，第3个就是在处理这些祭物的过程。好，这是3个事实。那我们来看 overall 来看的话，因为我在做这些导读的时候，其实我在想说，为什么我们要知道那么多处理动物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动物在拜神了。那所以我找到一个重点，就是这是我看到的啦。等一下请老王补充。因为我们在讲祭物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其实耶稣基督是羔羊，他是一次献上、永远献上的祭物。所以呢，其实在讲祭物的时候，其实是等于基督神的这件事情。那在处理祭物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按手在牲畜的头上。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在预表一个跟神合一联合的一个概念。那所以我从整个章节看来，我觉得它有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读的东西，我看到了啦，是经历神的经历，也经历神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在整个章节里面我看到的一个点。那从事实开始看，好，第一个事实是祭物。在我们念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看到说牛、公羊跟鸟这3个祭物。那其实如果我们刚刚讲说整个章节是在读经历神的一个过程，那祭物就是经历神的成果。那我找到的资料发现说，其实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动物，也跟那些时候大家的一个财富状况有关系，这是我看到的啦。那其实有一些大的家族、部落或富贵人家，其实他们寄得了一只牛，因为牛是很贵的嘛，很大只，寄得了一只牛，所以他就用牛来献。那可能一般人或个人他用的是羊，因为可能是他们可以 afford 的财富。那再来是贫穷人，他可能用的是鸟。可是如果我们讲说它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过程的话，祭物呢其实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果实。就是当你在经历神的时候，你要献给神的东西，是一个大富人家可以献的，还是你想要当一个中产阶级，还是你想要当一个平民，去把你经历神的成果献给神，回馈给神。所以这是第一个祭物，我觉得我看到的一个重点。那第二个就是方法。其实整个方法有分为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拣选没有残疾的动物，然后第2个步骤是流血赎罪，第3个是按手，然后第4个是焚烧，最后变成灰。那其实我看到这个方法，我觉得如果是我们用经历神的一个概念来看的话，其实它是经历神的方法。因为我们在每天的一个日常生活，我们其实每天有人选择经历神，有人选择不经历神。可是并不是每一件你做的事情你都在经历神。如果真的要经历神，其实从这个圣经上看到的，他在讲的是一个没有残疾的动物。那我觉得他是在讲的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一个行为，不犯罪或者是认罪。这是我看到第一个。第2个就是说，你在经历神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付上代价，就可能你可能在做生意的时候，被要求要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贿赂。可是你拒绝了，你可能会失去这个生意，那是我们可能要付上的一些代价。举例啦，那在经历神的时候呢，其实这些即使你的行为非常的圣洁，
你也是必须要合乎神的心意的，就是说他真的喜欢你去做，喜悦你去做的，然后你要做的是完全毫不保留的，是心甘情愿去做，还是你只是做了然后心不甘情不愿？所以我看到第二个经历神的方法，那再来就是经历神的过程。这里面有讲说这些牲畜的处理方式，要剥皮，要切块，水洗，然后熏烧跟成灰。那其实有时候经历神是很痛苦的，你可能有些事情必须会被剥夺，你可能你的内在的自我必须要是被破碎，因为你必须很谦卑。那甚至你可能会有圣灵充满，那在过程中呢，你会经历到很多让你不是很能够忍受的事情，你必须要忍耐。那甚至你忍耐完了之后呢，你可能失去了很多，你还必须完全毫不保留的献上。那其实这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啦，因为我们其实平常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在逼迫我们，那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其实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调整，那适应这些东西，然后呢也一再调整，让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跟优先顺序是符合他心意的。因为你在这些过程中，你会觉得很挫折，你会离开，有些人选择离开，有些人选择会继续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这是我主要看到的一些这个章节的3个重点。那我讲的东西给大家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有没有去灵粮堂？其实有一周我去做礼拜的时候，牧师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教会，它叫 Alien Church， 外星教会。那为什么要叫 Alien Church？ 是因为有一天有一信徒跟牧师问说，牧师，神在哪里？然后牧师突然愣住。因为他看到的神都是圣经上的神，那他突然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经历神的牧师。当你没有经历神的时候，你真的会不晓得神在哪里。神只是在圣经里面出现的一个名词而已。所以其实那一周，其实牧师是在勉励所有的信徒说，经历神其实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已。你也必须把它变成是一个你主观的经历。那其实你每天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选择和决定，你可以选择回转归向神，然后跟神祷告询问。那你可能会得到一些回应或者是应许。这个部分是一个整个经历神的过程和经验。那也许最后结果是好和不好，可是你都在经历神。这是一个我从这里面看到，觉得说这个章节给我的一些亮光啊，大概是这样子。那你真的很棒哎，那个下个礼拜就换。不行。好，各位大家平安。平安。是老王应该都对，偶尔会有遇到那个突发状况之后，我就会来。对。那这一章其实真的利未记真的是对所有讲员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章节。然后我们昨天公司是读利未记的第2章，然后读的时候突然就是有一个弟兄问了一句问题说：你们有没有买过车子、买过手机？有吗？有没有拿过使用手册全部看完？没有。没有。简单读过嘛？像我自己买到车子，我根本使用手册没看就开出去了。其实利未记就是好像是神给我们一个使用手册，但这个手册是不能出错。你一旦出错了，其实在后面读就读到了，比如说亚伦的2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献了反火，就被击毙。一个出错就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利未记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我刚有没有秀图的？手机很大，这是我工作的一个地方，一个副控，里面是很多包比特。对不对？然后我们都是 on air， 就是随时 live， 就像新闻一样。所以一个指令出错，比如说导播是要跳，我们讲术语叫跳1号镜好了，他跳到3号，3号再挖鼻孔，然后又出去。那是什么？这是场灾难。对我来讲，这是场灾难。所以其实利未记读到这个，在引申到我们自己生活来讲，其实它有点像是什么？一个献祭之力。其实，在整章里面，按照巴斯特的一个
一个细菌学家的分法，它可以分作第1章到第17章是一个非道德系列，然后第18章到第27章是一个道德性的系列。那这边其实讲到了大概利未记的时间大概是1个月的时间。那我把它下一个定义叫法条礼仪培训月。这听起来好像我们当兵下部队的那个整训1个月嘛，先训练1个月，就是等一下我们在后面就分，就出埃及之前已经告诉你们会幕怎么盖，有些法律规章613条怎么做，大概都已经知道。可接下来这1个月，利未记这1个月里面所教的部分是非常深入、非常 deep、非常detail 的一个讲解。我没有做错，好。出埃及记我们其实已经读完了吧？出埃及记讲到的是什么？利未记讲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其实神是在西乃山上说话嘛，这个我们大家都已经读过的。然后利未记是什么？神在会幕里面透过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说话。那摩西的角色在旧约里面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中保大家应该听得懂吗？中保听不懂？其实我刚开始也听不懂。我也是bartender的第2个阶段叫中保。其实不是，就是有点像是那个酒保，对，中保意思就是说，假设我跟 Vivian 是很熟，可是我跟小肉不熟，我必须要透过 Vivian 跟小肉说话。那 Vivian 就是我跟小肉之间的中保，所以摩西就是在旧约时代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保，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其实我们跟神之间一个中保，所以这大概一个解释啊。所以可见以前老王也是很笨哈，讲那个中保以为是8天的哈。好，然后在以色列人借羔羊血蒙救赎，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在出埃及之前是把羔羊的血宰杀涂在门楣上面略解，这就是羔羊血的救赎。可是，在成为神的子民之后，那这边讲到的是什么？献祭跟自洁，洁净圣洁的意思在这边，其实很重要的，还有跟神维持一个新的 relationship， 一个新的关系。所以出埃及记讲的是救赎，利未记讲到的是圣洁的关系。那利未记的原名叫什么？呼召，神 calling 呼召，还有一个意思是联合的意思。联合不是那个联合利华那个不一样哦，对，那个意思广告不一样。联合的话就是像刚刚利尔讲的按手，刚好我想要把那按手放大，按手也是一个联合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后面往下看啊。那其实神呼召人来亲近他。在埃及430年对神的认识，以前我之前上一个课程就是 leadership training， 就是训练你怎么样重新认识你自己的定位在哪。神现在状况也是，他呼召人认识他之后，要重新定位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为何，是像以前那样，还是像现在这样？所以重新所以呼召人亲近。第2个是什么？神不可能大摇大摆门打开，hello， 我在这边，不是。人是不可以直接面对神，是会被击毙的，所以他必须要解决人亲近他的一切的问题。就像今天我要跟小肉说话，我不可能直接去找他，我一定被他打出门，我一定要透过 Vivian 请他吃饭，吃完饭之后还要再去喝个咖啡，还去看个电影，我才能认识跟他成为好朋友。所以我们今天的关系也是要亲近他的难处什么，就在这边出现。好，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的重点在这2个部分。好。那刚刚其实 Vivian 已经做了一个表，其实这也是我大概又整理的。其实大家应该找谷歌应该可以找得到，大家一个对比，就是其实出埃及讲到什么？第一个一共有6个对比，很接近的对比是什么？建造会幕建造完成，然后利未记讲到什么？以色列百姓来到会幕，祭司献祭还有敬拜，这是第一个共同点。然后第2个呢是什么？呼召摩西上山得到神的启示，还有在会幕当中领受更深的一个启示。这是第2个部分，所以跟出埃及记有连贯。第3个是拣选以色列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但是成为祭司，就像我今天成为中华民国国民之后，我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国民？我一定要有一个国民基本礼仪的训练，还有国民基本的一个义务要做，所以要训练以色列民如何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是一个第3个共同点。然后第4个共同点是拣选谁？你不能所有人都是来服侍嘛，一定要有一个百夫长、千夫长。叶特罗告诉摩西的一个方法，那所以他拣选神拣选亚伦跟他儿子做祭司，但是做祭司不是说我选你当了你就是，我也要教你怎么样成为一个祭司。就像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制作人好，我不可能说你是制作人就是制作人，不是，我们去经历过很多的腥风血雨、酸风醋雨，还有各式各样的那个妖魔鬼怪，不是哈，
各式各样的训练，我才能够成为一个 producer 嘛。所以其实也要训练他们如何执行祭司的职务嘛。好，这是第4个。第5个，颁布十诫，我想大家都知道，十诫颁布。然后呢，利未记在提供什么？十诫里面如何去实践？你知道了宪法大纲，可是你不了解它的意义，那没有用的，它就是一本纸张而已，到最后去包油条。所以这边也提到一个共同点在这边。那第6个，一年要守3次节，所以大家应该之前都有读过的，逾越节那都有知道。这边是说如何守它。所以按照那个分法的话，如果下个礼拜的话，我们读数记，其实利未记的燔祭跟数记，你再往创世纪的第4章去看，里面有很多关联。其实我们讲对冠福音还有那个比较文学，这边又看到比较文学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一共有跟出埃及跟利未记有6个一个共同点在这边。好，来，我教补习班会说有2个重点，你记得第一个，耶和华对摩西说，利未记说了几次？根据记载一共56次。然后圣节，那个根据各家的那个长老、牧师、牧者来讲，有人统计是80，有人统计300，所以整本一整章的利未记27章里面这2个重点，耶和华对摩西说56次，然后圣节，这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提到了。好，然后分段大纲，其实我跟你的做的差不多，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就是小于摩西以色列百姓，然后祭司条例，因为我看到其实以牛为燔祭，然后还有以羊为燔祭，后面的那些动作其实都是一个 SOP， 我们讲的 SOP 流程好，这部分也是第3个也是祭司条例，最后就是以鸟为献祭的祭司条例。要退回去吗？不用好，那也是要找事实。那我事实会用人事时地物，那我大概用几个类似的方式讲。事实你读到17节里面读到哪个事？地点一定会幕嘛，你一定知道地点在哪里。第2个对象是谁 ？To whom 谁？献给耶和华。好，第3个有哪些物品？牛、绵羊、山羊，鸟的部分有斑鸠跟雏鸽。好，这是物品的部分。然后方法部分，我会以比较多的方法，就是你看到重复的部分当做一个事实。当然 Vivian 可能是把所有的事实都写进去 ，anyway 都可以，因为你只要找到事实，接下来道路、真理、生命就可以发挥出来了，不好意思。然后有血洒就洒血洒的部分，切成筷子、水洗跟烧在台上，这是几个动作的方法。最后谁执行？亚伦跟子孙做祭司去执行。所以你看到了地点、对象、物品、方法跟执行，这感觉好像看一个我们在做那个企划书的嘛，谁去做？所以其实这章里面看到，另外其实讲到什么？讲到法律的细部条文，也讲到了卫生法则的规矩，也讲到了防疫条例。其实里面看到的东西跟现实生活来讲，其实类似非常多。好。一般来讲，我们燔祭说我们有5个祭嘛，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有5祭。然后这燔祭来讲，有很多的解经家会来讲，预表是什么？耶稣的完全奉献。其实刚刚玉也提得很棒，完全奉献，把自己完全献上。那按手的部分，还有燔祭这个部分，这是也2个重点，等一下我会再提。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它有一个 SOP， 什么 SOP？ 就是先宰那个祭牲嘛，要先宰，不可能直接这样做嘛，先宰。然后洒血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这个洒血动作我会把它做一个红色的记号。其实有的洒血预表是什么？就刚刚我们讲利未记的重点在人面对神那个难处，我没办法直接去面对神，所以洒血预表就是什么？他为你开一条路，你可以直接到达神的面前。血代表什么？一个牺牲，一个献祭的部分，在面前提到，是一个洒血。好，剥皮。剥皮不是卖剥皮辣椒，剥皮部分把那个动物的皮剥下来，牛是要剥下来给祭司，羊它没有提到，鸟也没有提到，鸟的皮太小，所以没办法剥了哈。所以剥皮部分给祭司。那剥皮代表什么意思？其实剥皮代表是说，我们外在的，你看到像老王这样，我的皮扒下来一定很多了哦。我外在的荣耀，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我可能做了什么事情，我可能在某个位置上我是不可一世的。那个剥皮代表是把那个荣耀拿下来。你到神面前，其实我们很容易在神面前很自大，在人面前很不要讲谦卑啦，就是很低下。其他反过来是在神面前，要把你那些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以为是的，全部收到口袋去。所以剥皮有这个含义在。
那切成筷子，当然，其实为什么神把这个事情写得这么详细？其实我后面会有一个重点要告诉你，其实很直白。到时候后面有提到啊，为什么是切丝切丁？因为我做菜做习惯，所以切块我觉得可能很浪费，切丝比较好。好，脏腑还有腿要用水洗。脏腑代表什么？五脏六腑内在。那腿是代表看得到外在。我以前去看过中医哈，那时候身体很胖，100多公斤，一把脉，医生给我讲一个，先生，你的心肝脾肺肾没有一个好的，所以我说糟糕。好的，脏腑代表内在，要用水洗洁净，我们内在需要洁净，洁净之后才还有外在的行为也需要洁净，才得以面见神。所以它有一个预表含义，脏腑跟腿要用水洗。他为什么不讲说不要用沙洗还是干洗，还是用水洗？水代表一个清洁的意思。等到我们到后面利未记第2章还有讲到盐，盐又代表另外一个含义，所以下礼拜要麻烦小肉还有，然后再来把一切全烧在坛上，烧在坛上代表什么？全烧，修黑，对，把自己全部献上，全部摆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有一票可能也是跟我一样刚信主很火热的，走到现在，狼狈，不见了。后面这个就是祭坛的火不可熄灭。你摆上那一刻，哇，真的很嗨呀，每天都很高兴，哈利路亚赞美主。可是10天、8天、1个月、2年，你还是继续这样子吗？所以这个火不能熄灭。你摆上了没有错，你只摆1天没有用，你看不停。我们公司的小组是读到利未记第2章嘛，那几个创始的弟兄有一个已经离职，他前一阵去印度宣教，他去印度宣教10天，他说真的感谢神，他生在台湾，感谢神，他真的这么早能够接触到福音。他看到那个地方，因为错误的信仰，因为其实印度的大概98%其实不是信，都是那个当地的印度教，只有1%是他们所谓的佛教之类。他看到当地的种姓制度，当地人的生活，他觉得真的我们真的很幸福。所以他回来分享的时候，我都听了觉得感谢主，还好真的我没有去到那边去，要不然我可能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题外话，对不起。好，献祭，好像那个篆文手，我刚刚讲那个按嘛，对不对？按手按，对不对？这是那个甲骨文啊，篆文啊，按的部分的意思。我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个，然后把它拆开。对，一个是这中间是手，旁边是安，对。然后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往上看的话，就是我刚刚讲到2个部分，一个是按手，一个是献燔祭。献祭其实要献上最好的，也是献上自己。但因为我不能真的把自己献上去，献上去就惨了，就出人命。所以其实用一个替代的方式，用牛、羊跟斑鸠、雏鸽来替代，来代替我们。那这个部分的按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按手论我自己去答说文解字哈，一个手跟一个安的部分，它使一个稳定下来。那这个按的部分，按照尼托生弟兄的讲说，按在牲畜的头上代表什么？我和他合而为一。所以就像我们刚刚看到前面利未记有一个联合的意思，我跟这个献燔祭的动物合而为一，它代替我，它是暂时代替，而不是说我把我的罪全部给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以前好像长老很喜欢讲现金卡，就是我暂时借的钱，要不要还？还是要还，最后还是要还。但是最后谁还呢？当然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还。但现在来讲，你欠的债还是要自己还，老王不会帮你还。好，那这边其实按手意思跟他合而为一，但是在诗篇里面的88篇里面提到按手的意思是重压，重重的压在上面。那也有一说是什么？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教会按手祷告，把你按上你，就是我跟你联合起来，我把我们祝福加添在你身上。按手也有这个意思在，所以其实按在这个地方来讲有几个含义，就是其实联合以外，还有就是可能就是我把我祝福加添在身上。所以我们常听到什么按立长老、按立执事，这也是这个意思在。那其实，在整个5个祭里面，按手祭其实出现4个：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天祭，都要按在献祭的祭牲的身上。所以按手代表这个含义在。好，这个图是抓错吗？不是哈。牛羊，果然大家都很厉害哦。对，其实馨香是神所悦纳的。献馨香，当然我们昨天分享馨香的什么意思，就是烤肉当然香啊，对不对？烤下去就已经很香，所以谁一定悦纳？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神悦纳的部分。
其实我们会回过头以前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有哪3个人陷入了罪？啊，亚伯该隐嘛，亚伯该隐，亚伯杀该隐，所以该隐献羊嘛。然后挪亚是出了方舟献祭，亚伯拉罕也献祭，对，献祭。然后创世第15章讲到献祭里面讲到斑鸠嘛，它不是分开2半，然后神经过，还有雉鸟要下来，还记得还好，还没忘记。那公的部分其实就是讲到什么？领头强壮。他为什么不找母的？其实母的很重要，母的要生产啊，对，所以经济学来讲，找公的 OK 啦，哦，这个部分。然后没有残缺的，就是要最好。讲到这个，其实，我们也是这几天在分享，很多教会的那个玩具有没有？都被切或者化改，不然就是 Q 那个换回损的。以前家里就是说最好的东西要送到教会，其实不是啊。比如说我买一套新的沙发，那我家破的沙发怎么办？我就跟我老婆讲，送去教会。我们常常会做这种事情，把教会当收容什么啊？最烂的东西用不好的东西丢去教会，其实不然，神要最好，神要最好。因为我们教会之前有做一个活动，是到那个龟山，不是桃园龟山，是在乌来的龟山教会。我们做一个短宣，原本是说希望大家把不要的东西通通集合起来送过去，后来不是，然后把最好的全新的全部送到我们教会。其实神要什么最好，没有残缺。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感谢主，大家都能够聚集在这边，大家都是最好的时间奉献出来，而不是等到你真的很年纪已经很大了。以前我参加我原生教会的一个小组，那时候没有像这样读经，大家都玩团康。然后那时候我受不了，问小组长说有没有比较成熟一点的教会，成熟一点的小组。然后小组长跟我讲说，我们有个很成熟的小组在旁边，叫什么？叫嘉乐。嘉乐小组，嘉乐小组一看，全部都是助行器这样。我说还够成熟，没关系。好，然后再来特定的部分，你看就是牛、羊跟鸟，就是你生活周遭可以遇得到，像那边讲，以一人的财力，10只牛、20只牛都没有问题。羊可能中产阶级，鸟就是一般你可能随时可以取得到，你可负担，然后全然奉献，没有保留全部献上。那我这边为什么会多了一个521啊？521不是520，520是我爱你的意思，不是521不是哦。为什么521？大家有没有听过8000两的故事？8000两，没有听过8000两，因为是加起来的，所以521加起来是8000两，就是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故事有听过吗？有听过嘛？就是有3个仆人，然后给他5000两，给他2000两，给他1000两。其实我自己读到这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521。其实牛就是5000两，羊就是2000两，那鸟就是1000两。其实我们最少都可以做到1000两。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献祭不是说我现在就是抓只牛、抓只羊，我在路边烧，我可能被开罚单。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把你自己摆上，